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3个奇迹的 TAS 系列啊，那这次牛逼了，这是双人 TAS 啊，而且是1控2不过 TAS 的话1控2呢，1控4、1控几啊都无所谓了啊，反正是肯定是难啊，但是呢需要工作量的难啊，并不是说现场打。TAS 这个作品啊，大家伙就了解啊，肯定是要奔着一件事儿，就是玩的特别秀、特别爽。双人的话呢，咱们虽然说是1控2啊，但是也是一个人完成的。可以看到啊，双披风，这边呢每个人都带了个小精灵，子弹的话呢，一个是小羽毛子弹啊，2个人都是折射小羽毛子弹，然后这边呢吃这个阿拉登神钉啊，基本上就是给自己加分了啊，除非是光腚了，光腚的话呢可以给自己补一下这个状态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小的时候大家伙都玩过啊，一共是有3个篇章。我们之前是跟大家伙说过好多的这个记录。当然 TAS 的话呢，第一次说，这接下来呢，除了会更新咱们的这个陆战篇啊，也会更新空战篇以及益智的小兔推箱子啊，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可以看到啊，双人打的话呢，无论是双人还是单人啊，可能会火力更爽一点啊。单人的话呢，虽然说比较这个更利于咱们打速通，而且看的也非常的爽啊。因为一个人的话呢，看得很明白；双人的话呢，看得有点乱。但是双人呢，它有个好处就是火力太旺了，真的是啊，这个子弹也好，还是这个什么也好啊，就真的是，满屏都是咱们自己的子弹，而且召唤精灵喷火呀，或者说是像那个环身球啊，对吧？自动跟踪的那个球，以及咱们打那个子弹，你看有的是羽毛子弹，有的是回旋镖啊，还有呢就是往下扔的那个小飞刀的子弹啊，那个子弹呢也是挺常见的啊，打有些 BOSS 呢是比较常用。可以看到这边呢是连续往前推，这个游戏啊，如果想要速通的话呢，就是往前推就好了啊，它并没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跳格式的这种玩法。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可以朝上，它应该往上挖，朝上开，然后在这边挖一下之后呢，朝上开，这边呢跳起来再打。双面包扎啊，这边可以，你看这边勾引过来了，本身他都已经要掉下去了啊。这2个人在勾引的这个 BOSS 会勾引成，有点把这个 BOSS 勾引到傻了，看不看见？好，可以看到又跳上去了，非常的聪明啊。可以看到这个 TAS 的玩法呢，就真的是非常离谱。个人感觉谁也不敢站在他那个裤裆底下嘛，对吧？如果他掉下来的话，咱们会受伤的。不过呢，如果是玩的话呢，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无伤。如果要是有伤的话，其实也无所谓啊，毕竟我们有一条命啊，你受伤的话也不会死命，而且吃那个灯还能再吃回来。好，第三个关卡呢，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双子座，两个战士啊，这边的话左右互搏。能吃这个扑克牌有什么用啊？如果说吃满的话呢，会有奖命的这个效果啊。对于这个平民玩家来说呢，也是一个福利啊。如果说你进阶玩的话是挺好的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 BOSS 呢是这个贝壳，这个小贝壳小扇贝啊，扇贝里面呢会吐这个石头。当然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 BOSS 啊，是一个小 BOSS， 咱们只要跟着走就行啊。好，过图。这个地方我小的时候最讨厌这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水里面都还好，主要是它上面有一个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啊，感觉怪怪的。好，该吃的这个扑克牌一个都不掉啊，就这个，这个挺恶心的啊，你打的话它一打一后退，打到一定情况下呢会爆，但是呢有的时候吧确实挺讨厌啊，消耗了咱们不少的火力。啊，即便是这样，你也可以看到啊，它确实玩的比较这个谨慎啊。好，吃了一下，可以看到这是带了一个小精灵，小精灵呢就是这个自动跟踪的这个小球啊。这个小球呢，如果你不开枪的话呢，它会自动蓄力这个子弹，然后呢有一个跟踪的效果啊，也不能说强力的攻击效果啊，但是呢对于一些想要自动攻击的这个精灵呢是确实不错。可以看到，划过来，一会儿呢咱们的 BOSS 啊是一个潜艇啊，一个船从水里面直接升上来。然后两个战士，水上战士，当然在后期呢也会再出啊。这个 BOSS 呢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呢，都会重新登场啊。这个所以说也就无所谓，跳到下面来，然后直接可以看到，类似于像潜艇一样啊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啊，它就是一个水下的一个艇，然后还能飞到空中啊，这多少有点玄幻了。好，先把一个秒掉，
这边回身再打，主打的是左上角这个，打爆了之后跳起来朝下开枪也一样，感觉给这个战士戏耍的不行了啊，还剩3滴血。可以看到玩的还不是特别极限啊。如果说是 TAS 想要玩的秀的话，他每一枪啊都是弹无虚发的啊，是不是？大家伙有见过这种吗？就是我只要开枪就一定会命中，我命中不了就不会开啊，是这个情况。好，可以看到飘过来之后，直接把所有的小孩啊全都变成了这个木头人啊，全都变成了定在那里了。然后咱们看看过图，速通的话呢，这个剧情肯定是要跳过的啊。OK。这是不是木头人啊，应该叫木偶才对啊。这真的是小木偶。这关卡呢可以看到有这个无形的手啊在操控着这个小木偶。可以看到，可能也暗喻了现实当中啊，有很多人也是被这个生活被这个责任被各种东西所操控啊。可能现在年轻人越是年轻啊，这个感觉越快乐啊，越快乐。那当然呢，我们是正常环境成长下的这个年轻人啊，越呢长大呢就越孤单，越长大呢就越难受啊，想的就越多。好，一直往上爬，这个速度很快。看看这关的小 boss 啊，双面侠，左右打这关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子弹啊，这个子弹呢就是A 出来之后呢是左右弹的子弹啊，感觉可能会比较好一些，是不是？好，把这个精灵固定在这儿，一直吹。左边的这个费血费的比较慢。好，打爆之后直接奖命，这个是也可以奖命的啊。一个是97啊，另外一个已经奖了啊。循环吃的话还可以再奖，也就是说左边的话再吃3的扑克牌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奖了1条命啊。奖命的这个系统呢，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对于我们菜鸟来说用处不是很大，对于那种民间高手是可以挑战这个一命通关啊，一币通关。好，这一关的话，我们看看，都知道啊。最后呢，先是打什么月亮，然后再打太阳啊，再打地球，然后上天空的那个空战篇的又打太阳啊之类的。好，可以看到第3关的大 boss 是一个，这个怎么说呢啊？这个叫这个2只，它是1只手是2只手啊？我怎么看啊？如果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呢，它虽然说看起来像1只手，对吧？你看到啊？它这个拿起来之后有一个双手的这种感觉，看没看见？然后一个大脸，没有脚，就是雇佣啊，像个蛆似的往前走啊。而且呢，它不会把人逼死，它的攻击方式呢，嘴里面会吐这个激光，然后呢，再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拿这个武器去扎你，但是呢，不会把你逼到这个绝路上。比如说你靠近板边的时候呢，没事儿，它不怕啊，它不会赶尽杀绝。这个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冒险岛的这个每一关的 BOSS 啊，都差不多。反正他真的往死顶死你，你一点招没有啊！包括合金弹头5弹那个第1关的超能坦克啊，你对吧？他要是给你逼死了，那没法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这个关卡。其实这个游戏的关卡不是很多啊，少了1张扑克牌，没有达成所谓的这个全扑克牌搜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到这个火力啊，真的是随便打。这个火力呢，就是你所有的小兵在我面前挺不过半秒钟，说死就死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多了很多的这个像星球脸，也暗示啊，这个地球的神啊，是整个这个陆战篇的最终的 BOSS 啊。上天了之后呢，应该就是太阳神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太阳神。那小兔推箱子是益智类游戏，那它到底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好，那个5个的扑克牌都没吃。反正呢，也不指望他抢命啊，也不会费血。想要速通的话呢，肯定是避开这种啊，除了有一些必要的子弹，可能打某些 BOSS 特别好使的情况下啊，剩下其他的用处不大。而且这个游戏呢，下跳呢可以地滚，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跳起来可以抓到这个弹板上，所以说操作的话有操作空间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面具男，京剧脸谱。这个刺儿非常多，这个时候打他也是会费血的，然后开始往下掉这个冰刺儿，追着打。什么时候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刺儿全飞出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时候打他的是最过瘾的，直接打爆啊！这关
很显然不如刚才那关扛干啊，刚才那关都比这关扛干的。好，直接打爆。这样的话，第4关clear啊。这两个人鼻子都挺长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3个小伙伴，还有后面一些这个东西啊，再加上那个雇佣那个后面那个正反面啊，都向这个地球之神汇报啊。这个说有两个不识好歹的人啊，有过来想要搞事情，对吧？反正呢就这个情况。但是我小时候感觉这个怪是最可爱的啊，还长胡子，然后胖乎乎的，有点像这个魔兽争霸里面咱们给人一种感觉像什么科多兽，对吧？有点像这种感觉，像这个火热7里面那个格斗游戏里面那个大胖兔子，但是他又长胡子，很可爱啊。感觉这个精灵用来用去啊，还得是用这个喷火比较实在。OK， 就是你，对吧？这个 boss 呢，他这回没有那个什么了，他也不会把你逼死的啊。这个 boss 没有专属的地图，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打就行，然后躲开他的这个吐球，他拿你没招的，你看，精神病啊！这个地方设计的好，他虽然说会拿手摸你，你只要关键时刻跳出去就好。好，血量差不多，直接打爆。然后呢，过图啊。这个可能大家伙要了解一件事儿啊，就是所有的 BOSS 都会重新出来一下啊，包括刚才出现的 BOSS 啊，比如说那个双战士，还有那个雇佣拿一个剑扎你那个，以及啊还有这个刚才那个面具，对吧？都是小 BOSS 啊，都可以。这个就相当于精英怪了，你看他也是一个战士，但手里没有拿刀，会喷火，意义不大啊。这个火力确实太猛了，你看这个火力。好，他连续等了一手。这回呢，子弹的话，一个是羽毛子弹，一个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分叉的那个飞刀。啊，又是他，赶紧往上一拽啊，拽着走，能不打就不打啊。啊，这个是要打的。上来之后，然后看看这关的 BOSS 啊，这关的 BOSS 呢又是你，但是他的皮肤变了，看没看见？从这个黄色的皮肤变成了银色的皮肤啊，贴着他打，贴身短打，攻击的距离刚刚好。这个血量完全不扛干，皮肤啊一打完之后，它里面的皮肤也变了，之前记得应该是蓝色的，然后它现在里面的肉是橙色的了啊。好，这种情况下再吃反正就无所谓啊，本身就是喷火，然后再吃一个喷火，来看看最后一关 ，I'm the God of the Earth。哎呀，这个嗓子啊，有点受不了了。OK， 看看，它会闪电风暴之类的，看看。然后咱们追着啊，这个位置打，它这个激光和闪电呢都打不到啊，走位非常的离谱。你看，利用下跳来控制位移，而这个地球它连这个，对吧？它连这个它自己的这个装置都没出去。好了，从地面上往这边走，然后卡极限距离，躲它的这个喷火，直接打爆。很快啊，这双人的话确实是啊，这个配合好了，这个输出直接就冒顶了，那比正常人脑要快1万多倍啊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3个奇迹陆战篇的这个双人1控2啊，1控2双人的 TAS 表演。整体上来讲呢，就是全程秀就完事儿了啊，确实是。但是在速通这一块呢，我认为他们两个还有进步的空间啊。只不过这个 TAS 作者呢，并没有说要挑战极限，因为做极限的话，肯定方案的话，肯定就要非常的极端，会很累啊。它不光说是工作量的问题啊，可能还要写方案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一定大家伙支持我狼的话，一定要多多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啊，尤其是要点一手关注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